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196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来自亚瑟士的 Nova Surge 2代。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这一双鞋可以打几分呢？我手上这一个是白绿的配色，鞋身以白色为主，还有少许的绿色作为点缀。鞋身两侧各有一个亚瑟士的 logo 的颜色是一个从蓝色到绿色的一个渐变的色彩。外侧的鞋帮处有着 Nova Surge 的字样，鞋舌上面还有一个亚瑟士的标志，其他就没有什么过多的细节了。那在实战方面，我们还是从下往上来说，先来看一下它的大底。在大底方面，依旧使用了全掌的 No Marking 无痕橡胶，球鞋的纹路都是直线纹路，只是在不同的区域做了不一样的倾斜角度，来应对不同方向的抓地需求。纹路虽然非常简单，但是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不管是在横向还是纵向的抓地表现都没有问题，并且合理的纹路空隙也让它在吸灰方面有着非常优秀的表现。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进行实战，抓地力也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整体抓地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并且这一双鞋所使用的大底橡胶硬度也是我近期测试过的所有亚瑟士篮球鞋当中最高的一款，纹路的深度也非常可观，粗度也是比较粗的，用它来进行室外场地的实战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也是我个人认为亚瑟士旗下的篮球鞋当中唯一一双可以用来打室外的篮球鞋，因为它在中底的缓震方面表现也是最好的一双。大家也都知道，其他的那几款像是 GeoHoop 或者是 GeoBurst 都是以反应性以及场地感为主的，所以在缓震方面的表现都不是很好。如果在室外的油漆地上面实战，那对于膝盖来说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而这一双 Nova Surge 则拥有着非常不错的缓震表现。虽然大家都使用的是 Flat Foam， 但是 Nova Surge 不管是在缓震的力度还是缓震的极限方面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我180斤体重穿这一双鞋实战，丝毫感觉不到震脚的感觉，即使单纯用脚后跟落地也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震脚感，并且它的脚感也非常出色，还是可以感觉到它中底的柔软的，并且中底的整体刚性也非常强，球鞋的鞋头上翘幅度也是比较高的，在进行全场的实战过程中感觉非常棒，滚动感非常强，并且较高的中底刚性也能让你在突破的过程中得到它所带给你的那一种力反馈，非常棒。这一双鞋的中底调教可以算是兼顾了3到5号位的所有球员的，你是暴力突破流打法或者是站桩的肉蹲，这一双鞋的中底都可以满足你。但是如果你想要的是比较优秀的场地感，那它一定不是你想要的。而在鞋面方面就比较一般了，它的鞋面使用了非常普通的工程网布，虽然确实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它在整体的强度表现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鞋面的延展性非常低，并且在前后掌都有着中底橡胶的上扳，让它在侧向支撑方面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而在包裹性方面的表现，会比前面我测试过的那3双亚瑟士的篮球鞋都要略好一些。鞋楦的宽度跟 GeoHoop 是差不多的，对于像我这样偏瘦一些的脚型来说，还是会略微有一点点的偏宽，但是它的鞋舌非常的厚，并且内部的填充做的也非常扎实，比之前我测试过的3款都要明显厚一些，这让它在包裹性方面的表现会比前3者都要略好一些，包裹的舒适度也更为优秀一些，并且它在锁定方面做的也非常到位，系紧鞋带之后，脚在鞋内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位移，更不会出现任何的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整体的包裹锁定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在整体的支撑性方面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鞋面强度优秀，整体强度高，在足弓处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内收以及上扳，在足弓处的支撑也完全没有问题。而在后跟处有着一块硬度比较不错的 TPU， 加上内部的钢宝加持，让它在后跟的支撑性方面也表现得非常棒。而鞋帮处的鞋面还是比较柔软的，系紧鞋带之后，对于脚踝处的限制并不会特别的强，担心它会限制你脚踝灵活性的朋友可以放心。当然，如果你想要的是特别优秀的灵活性，那也是不太可能的。球鞋的大底非常的宽大，并且在前后掌都做出了明显的外扩设计。你看看啊，这一双鞋在前掌做出来的外扩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可以算得上是我见过的篮球鞋当中做出来外扩最明显的一双篮球鞋了。这么宽大的大底设计，就注定了它在灵活性方面的表现并不会很好，但是它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绝对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即使是想要主动的去做一些侧翻的动作，都是非常困难的。防侧翻
简直可以说是无敌的。在重量方面，单支42.5码的 Nova Surge 重量是444克，在重量方面的表现确实并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它合理的重量布置以及比较不错的鞋脚一体性，让它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并不是特别的重，还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S 减。这一双鞋就是一双非常优秀的锋线球鞋，不管你是前锋还是中锋都没有问题。缓震优秀，抓地优秀，包裹优秀，支撑优秀，稳定性优秀，基本上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像我这样对于篮球鞋这么会挑毛病的人，但是面对这一双鞋的时候，真的挑不出什么特别多的毛病。除了重量偏重一些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槽点，它就是这么的棒。那如果你是3到5号位的球员，对于缓震有一定的要求，对于灵活性的要求并不高，打室内的木地板会偏多一些，那这一双鞋可能就是最好的选择。800多的价格，我也觉得还算比较合理，直接买它就完事儿了。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5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按照自己正常的 US 尺码来购买就 OK 了。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宽偏窄的朋友都可以去进行选择，并且球鞋的鞋舌也采用的是这种分离式的鞋舌，对于高脚背的朋友也是比较友好的，高脚背的朋友选择它也完全没有问题。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